这里的一切摆设，都是太平公主按照娘娘的喜好命人布置的，这样才能衬托出娘娘当世才女的身份。夜下洞庭初，思君万余里。这正是出自娘娘之手，最为脍炙人口，也是本宫最为欣赏的名篇佳句。本公主特意命人以诗入画，绘成这幅仕女图相赠娘娘的，不知娘娘觉得还可入眼？参见公主。免礼。承蒙公主厚赠，婉儿真是愧不敢当。皇上特下恩旨，优待婉儿在宫外置宅而居，想必是公主给我进的美言吧。今后娘娘大可与沛国夫人安心在此住下来，侍奉她老人家终老。沛国夫人，可能娘娘还不知道，公主早已启奏皇上，恩准令堂册封为沛国夫人。公主的大恩大德，婉儿真是无以为报。区区小事何足挂齿？只是无功不受禄。娘娘尽可以放心，本公主别无他意。只不过，他日到了紧要关头，还望娘娘可以卖本公主一个人情，保持独善其身，做个局外人便可。婉儿明白。众卿家有何事启奏啊？微臣禀告皇上，近日长江流域连月暴雨，引致水患频发，恳请皇上下旨开库赈灾。又有水患了。之前不是才上奏过，在京畿、河南、河东一带出现旱情吗？怎么天灾竟然接二连三的出现？莫不是朕有什么过失，或咎于天所致？皇上勤政爱民，一向奉行的是节俭，怎么会有过失之处？天意难测。众位爱卿，可有良策上息天怒啊？皇上，微臣以为，可在京郊筑坛，祭天攘灾。准奏，此事就交由礼部择一黄道吉日好好筹措吧。臣遵旨。礼部尚书，你要择好吉日，务必尽早上奏，好让本宫依制先行斋戒7日，随侍皇上祭天。臣领旨。皇后，朕体谅你为照顾朕日常起居甚为操劳，此等礼节繁琐的类人场合，朕就不必再劳烦你随驾前行了。皇上，这是太子随行足矣，皇后尽可安心。况且，太子乃是未来的储君，朕也想借此机会，让他好好熟悉一下天子礼法。只是不知，皇后你意下如何？皇上保重，这是皇上体贴臣妾的一番心意，臣妾怎会反对？好，好，好。岂有此理！祭天，何等重要的事情，宁可要太子，也不要本宫随行。本宫自封后以来，从没遇到过如此冷遇。母后息怒，也许父皇真的只是……废话！我跟他结礼多年以来，他的性情我还不知道吗？他这是借口，是托词。好啊，皇上，你终于要向本宫还以颜色了。可你要知道，你本
来只是一头羊，羊注定要被狼吃掉的。母后，你该不会又想……为了你我的将来，再不忍心也得下手。可是上官婉儿至今尚未表明态度，我们何妨不再多等一些日子呢？不提这贱人便罢，一提起这贱人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这贱人，我给他的礼，他倒稳收了，不过丝毫没见他有动静。看来他装蒜的本事要比他写文章的功夫大得多。前几日，皇上恩准嫔妃们出宫外宅居，没几日他就搬进了京城一家新建的宅地之中。他的母亲郑氏又被告封为沛国夫人。哼，沛国夫人，种种迹象表明，有人在他背后安排了这一切，向他示好，跟本宫过不去。母后未免也太多心了点儿吧？这一切说不定只是巧合呢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还是先把形势掌握清楚，方再定计也不迟啊。母后，母后，喝茶。少废话！你怎么来了？果儿知道父皇最近身体欠安，生怕奴婢们疏忽大意，打扰了父皇休息，所以把他们都给遣退了。哦，这是果儿特意花了不少功夫，亲手为父皇煎下的一碗参汤。父皇还是趁热喝了吧，必可收固本益气的功效。朕这是寻常喘咳症候，何须果儿你亲奉汤药啊？父皇，难道就不让果儿尽一点孝心吗？果儿自出生以来，未尝一日不让父皇操心。如今父皇身体抱恙，果儿定当竭尽所能，以表孝心。难得呀，你有这片孝心，朕就算病得再重，亦感欣慰。父皇，果儿不许您说这种不吉利的话。果儿必定天天向上苍祈祷，保佑父皇长命百岁。朕总觉得看着你，好像又是当年那个结着总角牙基、活蹦乱跳的小女娃。想当年，朕被贬为庐陵王，与你母后被放逐房州之时，朕是天天看着你牙牙学语，活蹦乱跳的，朕是天天教你识字，哄你睡觉。没想到一晃多年，朕如今虽然登上大位，而你也长大成人，反倒失去了很多和你相聚的光景。父皇是责怪果儿少在您膝下承欢吗？来，让果儿带您去一个地方。哦，快来！父皇，来，快点！果儿，这里是东宫所在的地方，你带朕来这儿做什么？切莫打扰太子休息。这个时候太子已经入睡了，不会打扰他们的。既然都知道时辰不早了，你还来做什么？父皇，父皇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年您被皇祖母召还，复立为太子之后，我们一家曾被困于此。当然记得。
当年母皇特意命人将四周围上黑幕，母皇之意就是要朕一家人与世隔绝，往事如烟，却仍历历在目。果儿想请您去看些东西。走。哎，果儿，来嘛。果儿，去哪儿啊？果儿，你这个丫头又要出什么鬼主意啊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这是干嘛？这是什么呀？父皇真的忘记了吗？这是当年我们父女俩一时兴起想到的一个有趣念头。我们先为对方写下一些东西，存放在这个盒子当中，埋藏于土下，约定最少10年之后才可以开封取度。10年之后，看看谁的记忆力最好，谁还记得此事。看来这场比赛最终是果儿赢了。想起来了，父皇想起来了。想当年朕闲极无聊，为了逗你玩乐，倒是什么古怪荒唐的事情都曾经想过。哎，看看当初写了什么。你当时竟然把自己画得如此瘦弱，这也难怪，当年日子过得那么清苦，整日提心吊胆，终日食不甘味。但是果儿还记得，独有一道菜，每逢父皇吃过都会赞不绝口的。是吗？父皇，你又忘记了，那道菜就是洛阳燕菜。洛阳燕菜。是，每次一想到这道菜，朕忍不住就食欲大动，嘴角生津。可是自从朕登基以来，国事繁忙，好久未曾品尝过这道菜了。奴婢参见公主。你来了，让公主酒后，奴婢自行请罪。不要啰嗦了，本宫叫你过来是有事要问你。奴婢洗耳恭听，知无不言。我知道你和上10局的人一向很熟，你可知道洛阳燕菜怎么做？启禀公主，孟福并不知道。公主莫非想品尝这道菜？这只需向御膳房吩咐一声便可，不必多问。不知道就想办法去学。总之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尽快的学会，然后教我，明白吗？是。这些天我可累坏了，姐妹们，就是小鱼、丹华，我给你们带礼物来了，快，来，都有啊，大家不要抢，谢谢。给你的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哎，多日不见，你一来就这么破费，搞得我们都怪不好意思的。对啊，你也今非昔比了。只要你还没把我们这些昔日的姐妹给忘个一干二净，我们便十分欢喜了，何须这么多礼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要说话带刺啊！我们姐妹一场，难道我还不了解你吗？若是你这次是专程来看我们的，我们自然高兴；若是那位孟舍人差你来这儿送礼卖好，那就恕我们不领这个情了，还给你。哎，
没有的事儿，你们两个千万别多心啊！真的？行了吧？你这是存心气我是吗？瞧你，这下倒真的惹他生气了，小心他回去啊，向孟婶人狠狠地告你一状。我才不怕呢！好了，你也别生气了，信你便是了。你有什么目的，就说出来吧。哎呀，哪有什么目的呀？不过是想你们了，过来看你们一下罢了。在这儿谁不了解你啊？你从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什么事你就爽快的说出来，别在这拐弯抹角的。那我就说了啊，我想求你们教教我怎么做那个洛阳燕菜。这道菜可是当年太上皇最喜欢吃的一道洛阳名菜。据说这道菜呢，取材于河南农民所种的一种甘美肥硕的萝卜。据说呢，当年是有农民把这个萝卜作为神物进献到宫中，经由御厨一番巧思，把这个萝卜切成了丝儿，拌粉清蒸了9次，接着再加以火腿、虾米、鸡肉、紫菜等，然后再以上等的鸡汤烹成这道色泽亮丽、味道鲜美的御菜，呈给太上皇品尝。太上皇吃完觉得非常鲜嫩可口，可与燕窝媲美，便赐名为假燕菜。从此啊，便引来了各地争相仿效，终成洛阳名菜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你为什么突然想学这道菜啊？哦，我也只是奉了公主之命来学这道菜。我猜想可能是公主突然又有了什么兴致吧，不知道又要玩些什么花样。早知道收了人家的礼物，要付出这么多的汗水辛劳，我才不干呢。你还说呢你，都是你强出头，硬要答应帮他挖这些萝卜，都怪你。本来我们只答应教他做菜而已，并没有说要干这些粗活呀。哎，你别净怨我呀，收礼你也有份儿啊。再说了，收了人家的礼物，总要帮人家做点事吧？何况人家还直截了当的开口相求呢。我不管了，反正都是你惹出来的祸。哼，今天要不是你，非要让他说明来意，我看他那个样子，也不好意思说出来。哼，老天爷啊，我发誓，以后我再也不贪心了。小凡姐，你们两个这是干嘛呀？小凡姐，我们今天真是倒了大霉了，平白无故的帮人家挖了一整天的萝卜。是啊，挖这么多萝卜做什么呀？因为我们要找到向洛阳东关出产的大白萝卜。什么？就是以前上师局的小庆啊，他说安乐公主平白无故的要学做什么洛阳燕菜。对啊。哎，果儿，这股菜香怎么闻起来有点似曾相识啊？父皇请茶。是洛阳燕菜，莫不是果儿你吩咐御厨特别为朕烹调的？不是，是果儿花费了好几天的功夫，去跟别人用心学的。真的？嗯，这道菜用材讲究，做工繁琐，岂不是太辛苦你了？为了让父皇一饱口福，果儿再辛苦也在所不辞。怎么样？是不好吃吗？
口味虽然稍逊，可是朕尝了就觉得受用，因为朕所尝的并不是一道菜，而是朕这个宝贝女儿的一番心意。父皇愚弄果儿，果儿不理你了。好，好，好，算朕怕了你了。朕决定要给你一些奖赏，作为慰劳。你说吧，要什么赏赐？是不是不管果儿想要什么，父皇都不会不答应啊？那当然，君无戏言。那要是除了一样，你要当皇太女，是万万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无论如何，朕绝技不能容忍母皇之事再次重演。在朕有生之年，朕也绝技不能让大唐江山再次沦入异姓之手，否则，九泉之下，朕将无颜面对列祖列宗，虽死，亦不能瞑目。果儿明白了，果儿终于什么都明白了。果儿，你怎么了？果儿没事，果儿只是身体有些不舒服，想早点回去休息罢了。父皇，果儿就此告退了。母后，果儿，你没事吧？果儿终于想明白了，我们还是不要再等了，这就走上了最后一步吧。在想什么？想得这么入神？参见郡王爷。郡王爷何事兴叹？没什么，我只不过有些触景伤怀。感叹物是人非罢了。请郡王爷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孟凡此来是有正事相告。说吧。小夫那边似乎有动静。据我探听所知，近日他曾经案前小庆，去学一道洛阳宴菜的做法。做菜？这件事情，郡王爷也觉得奇怪吧？小夫一向不爱下厨，据我推测，此举应该是安乐公主背后指使的。说不定真正要学这道菜的人是安乐公主。还有当年我在皇上身边服侍皇上一家时，得知皇上最爱的就是这道洛阳宴菜。那安乐公主，她这么做的意思是？也有可能是安乐公主想讨好皇上，以邀取圣劝。她是想趁皇上还未决定是否立遗诏之际，从中左右圣意。想不到她未遂所图，竟然不惜用这等虚情假意的卑劣手段来蒙惑皇上。看来她已经逐渐察觉到，皇上对多年来一直受制于他母女的摆布，隐隐已经开始萌生了一股抗拒之心。如今我最担心的是，皇上一旦拒绝公主所求，以公主乖张的性情，必然不会善罢甘休。真不敢想象，公主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看来我们要加倍警惕，凡事一定要小心行事，留意她与皇后的
一举一动，一策万全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父皇不必喊人了，有果儿在此侍候父皇，不就行了吗？果儿啊，你怎么来了？父皇日夕操劳国事，也得保重龙体才行。你看这都什么时辰了，父皇还不回宫休息，还在彻夜的批阅奏章。果儿是担心父皇繁忙的连点心也忘了吃，肚腹空空，无以疗饥，哪来的精神体力应付呢？所以果儿特地做了一些蒸饼，送来给父皇果腹的。好，甚好。哎，果儿，陪父皇一起吃吧。果儿不饿，果儿只想看着父皇在吃就好。好。好吃。果儿啊，朕连夜思量，有几句不大中听的话，但实在不得不跟你说说。你要知道，天下之事物，有很多在你得到手之后，回头一看，才会发现远远不及还未到手之际憧憬的那般美好。你不妨试着回想一下，在你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女娃的时候，应该有不少这样的感受。你每当看到一个新玩意儿，你总是千方百计、不依不饶地要把它弄到手。弄到手了，把玩几遍之后，才会发现也不过如此，甚至……父皇不必说了，果儿明白您的意思。好，明白，明白就好。好吃。果儿啊，就像朕这张龙座，绝对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般好做。这是得而复失，失而复得，跌经两番起落沉浮，对此最深有体会。怎么回事？难道这饼？这饼？禀告父皇，果儿特意在这蒸饼中加了一些秘制的馅料。父皇不是说过，只要能尝到果儿的一点心意，就吃得格外受用吗？果儿，你好狠的心，朕待你如珠如宝，没想到你竟如此大逆不道，谋弑父皇。你
为什么？父皇问为什么，那就让果儿来告诉你。是因为果儿实在太想尝试一下这宝座的滋味儿。其实果儿也不敢有此非分之想，可是接二连三的事情发生在果儿身上，不得不教会果儿做一件事。一个人如果不能把至高无上的大权掌握在手，必将终身无以自主自决。就好比当日，正因为我无权在手，才会与樊良生生拆散。可是如今你却对我说，到手的东西还不如未到手的好，你坐这宝座坐得一点都不自在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皇帝如果都不好当，那当一个任人宰割、无权无势的小角色，岂不是10倍100倍的难当？父皇，你明白吗？我是下了狠心了，不把皇权拿到手，誓不罢休。不管是谁，有谁阻挡，我就让谁死！娘娘，喝点热茶。怎么了？总觉得今夜心绪不宁。今夜月色皎洁，静如深海，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皇后娘娘安乐公主驾到。皇后跟公主连夜造访，一定有事。小月，你先下去吧。奴婢遵命。母后，慢点。臣妾参见皇后。免了，免了，妹妹。姐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妹妹，皇上驾崩了。皇上已经龙驭宾天。
这事情怎么那么突然啊？你不是有什么怀疑吧？昭容不敢，只是奇怪，皇上是怎么死的？皇上在神龙殿批阅奏章，忽然疾病去世的。不好！皇上竭尽辛劳，鞠躬尽瘁，尽力于国事，死而后已，求人而得人，无怨矣。是啊，皇上走的实在是太仓促了，以至于都来不及找妹妹去草拟遗诏。幸好皇上病天之前留下了圣谕。皇上临终前留有圣谕？是的，皇上的圣谕是要本宫继任大唐皇帝之位，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。昭容娘娘，你不会是对皇上临终圣谕有什么异议吧？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认为，皇上的临终圣谕关乎江山社稷、天下万民的福祉。皇后娘娘，您何不召集群臣，当面公布呢？不行，不行啊，妹妹，妹妹，不行啊，未免引起争端，节外生枝。姐姐认为，皇上驾崩一事还是暂时密不外宣，待妹妹替本宫拟好遗诏细节，再向外公布，方为妥当。密不发丧，匆匆前来，原来就是为了逼我替他们伪造遗诏。妹妹，当日你身为内舍人时，已经执掌诏书了。后来册封昭容之后，更代皇上草拟日常圣谕。眼下皇上不在了，由你替皇上写下遗诏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可是，遗诏姿势体大，岂能草率了事？可是如果不依圣意而行，我们岂不愧对大行皇帝？妹妹，再说，国不可一日无君呐！啊，难道妹妹想亲眼目睹大唐宗族纷争迭起吗？啊！臣妾不敢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帮姐姐即刻拟好遗诏，快点！姐姐，此事从长计议吧。这皇上到这来了，什么来呀？还有无理朝政，这都2个时辰了。皇上还有。皇上圣谕，因皇上龙体不愈，正在神龙殿休养，不能临朝听政。诸位亲家，可以退朝了。退朝？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会皇上？皇上抱恙，不足为奇。可为什么要选择留在神龙殿休息？假如皇上要休养，也应该返回紫宸殿才是。你有没有去神龙殿探望过皇上？我本来想亲自探望皇上，可是守卫传话，皇上静养不得打扰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怀疑皇上出了什么事？我不知道，不过我担心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。可是碍于身份，我也不便行事。你想让我帮你打探皇上的消息？现在宫中最多的就是宫女，最懂打探消息的也是宫女。你在宫中人脉甚广，要让他们打探神龙殿的消息，相信不是一件难事。为了皇上，我会竭尽所能，想办法打探出实情。不过今次行动可能风险很大。
你凡事要处处小心，有危险就要懂得自保，千万不要走漏风声，免得落人口实。我在宫中已经多年，也通晓一些宫中法则，你不用太担心我。那我就静候佳音了。小鱼，大华，哦，哎，小凡姐，嘿，你这个上衣不忙吗？怎么会有空来看我们呢？皇上龙体违和，终日在神龙殿休养，宫中一切大小事务都尽量从简，所以我也乐得清闲，过来跟你们大家叙叙旧。难怪听人家说小病是福，不过这可是大家的福哦。哎，你小心说话呀，这样可是犯了大不敬哦。皇上的病情应该不会那么严重吧？否则胃口怎么还挺不错的呢？是吗？那你见到皇上了？我没有啊，我这么卑微，怎么会有机会见到龙颜一面啊？只不过皇上的饮食是由我们上食局供应的，他吃了多少，我们总该知道吧？所有餐具上也没剩下多少饭菜了，你们说，皇上的胃口是不是挺不错的呀？秋花，小凡姐，你不在上寝局工作，怎么跑来上食局偷懒啊？我看不是偷懒，是嘴馋了吧？哦，快拿你最爱吃的桂花糕吧！有劳有劳。哎，皇上抱恙，你们上寝局必然忙个不可开交，怎么你还会有时间跑来上食局？我也以为我们会很忙，没想到皇上抱恙，倒给我们省了不少功夫呢。真的吗？守在殿外的太监根本不让我们入内打扫。不用进内打扫了，你们把便壶拿去清洁一下就可以了。你们去清洁便壶。是。连寝宫也不用花费功夫清理，真清闲呀！哎，小凡姐，我要去蓬莱殿送膳食了，你请便吧。哎，昭容娘娘不是一个人吗？干嘛要准备这么多饭菜呀？昭容娘娘要吃什么便是什么了，我没有岂敢过问。说不定啊，有小孩子也不一定啊。我去送膳食了。你为什么还举棋不定？就算拟好遗诏，可事关重大，岂能是尽如人意？再说，宣读遗诏的时候，恐难免生变。你大可安心，我已经替母后安排，各府调动数万精兵，昼夜兼程赶来，分左右营屯驻京城。还有最精锐的飞骑万骑，本宫早已安插好亲信做统领，到时候三军会合，既有府兵人数上的优势，又有精锐的飞骑万骑，精干灵活，到时候互不长短，以策万全。屯部重兵固然可保自身安全，但是以武只能屈人。试问皇后娘娘，怎样堵住百官悠悠之口？本宫打算由刑部尚书裴谭、工部尚书张熙处理国政，在东都留守。皇后娘娘果然部署周详严密，恍如铁桶一般。可是，如若百密一疏，恐怕后果堪虞。我相信皇后娘娘也不想功亏一篑吧。容我再想一想。哎，小福姐，哎，小福姐，你在这儿干嘛呀？这是什么？这些是吃的呀。把它交给我吧，我帮你拿进去。
大人，这种粗重的活还是我自己来干就好。我说把它交给我。你拿就你拿嘛，难不成我还跟你争啊？不准外人进入店内，也不准工人进入打扫，实在是不寻常。皇兄明明龙体不适，偏偏吃光了所有的饭菜，但是又没有解手，实在令人费解。小福上一次出现在蓬莱殿外，说不定安乐公主还有皇后都在殿内。当中实在是疑点重重，看来皇上并非龙体不振，想必其中一定是出了什么状况。难道皇上已经遭人毒手？可皇上皇后夫妻多年，又是安乐的父皇，应该不会如此歹毒害死皇上的。可皇后也却非等闲之辈，她最喜欢效法当年的母皇，尤其是母皇的狠毒。不，她自觉可以比母皇做得更加心狠手辣。母皇只会杀自己的儿孙，她或许会做得更加绝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我们根本进入不了殿内。拨开云雾，才可以得见青天。看来我们是时候当机立断了。妹妹，多谢妹妹。诏书的内容深得姐姐的心意。昭容只是顺天应人，因时制宜。母后，接下来就可以准备公布父皇病天的消息了。来人，奴才在。你去召所有大臣到宣政殿，本宫要宣读遗诏。遵旨。皇后娘娘、太平公主还有临淄郡王，他们赶到神龙殿去了。站住！谁都不可以进去。挡我者死！本公主在此，谁敢无礼？让开！放生，在，守在这里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准进来。是。皇上，皇兄，皇上，皇兄，印堂发黑，看来是遭人毒害的。皇后，你好歹毒！皇兄，你死得好惨！皇兄，已经一忍再忍，为何还不能放过他？皇上，你们果然在这里。你告诉我，皇上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今日皇上龙体不适，御医诊治多日，仍未能根治。昨天晚上，病情急转直下，最终还是大刑并天了。母后，皇上是因病驾崩的，是什么病？吃了什么药？皇上病偏之时，谁在身边？谁可见证？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大可以召御医来证实啊。如果皇上真的因病驾崩，为什么皇后没有马上公告天下，反而密不发丧？皇妹呀，
皇上饱足病天，依然发丧，只会引起胡乱猜测，谣言四起，导致天下大乱，社稷难有安宁。皇后也是为了顾全大局，逼不得已才会出此下策。你们不要妄自猜测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已经通知各大臣齐集宣政殿，可以宣读遗诏了。皇后要宣读遗诏，遗诏的内容是什么？今晚不弄清楚遗诏内容之前，咱们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那就把一切都说个清楚吧。为何这么宣武这好，这里这么晚把我们招到这儿，究竟所谓何事？招大人，何大人？皇兄传位于皇后，封安乐公主为皇太女，这恐怕是皇后和安乐公主的一厢情愿吧。本宫有遗诏在手，要执行大行皇帝的旨意，你们谁敢抗旨？皇后以为凭这样的遗诏，百官就会心悦诚服吗？倒是只怕干戈大动，血流成河。我和母后才不怕，谁敢公然抗旨，谁就是乱臣贼子，遗臭万年。大家稍安勿躁，如若动了真章硬拼起来，鹿死谁手亦属未知，万事可商量。本公主并非贪图权位，既然是皇兄的地位，要是不传给太子，那就传给八皇兄吧。八皇兄，他有什么资格做九五之尊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要等到何时啊？谁可以回答我？我们也不知道啊，王爷。就耐心等着吧。说到底，你们认定大唐只是李氏的天下吗？大唐本来就是李氏天下，有李氏继任理所当然，又岂容他人指指点点？哼，武士当政，媲美李氏，所以并非只有李氏才能称帝。李氏乃是大唐皇室正统，旁人不容置喙。依我之见，如今之计，不如立太子重茂为帝，好让朝野安定下来。由太子继位，天经地义。我同意立太子重茂为帝。可是重茂还小，难成大统呀。所以太子登基之后，皇后训政，相王辅政，由李氏宗室继承大唐江山，皇后监国，这样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了吧？就这样公布天下吧。未免夜长梦多，那就有劳昭容娘娘再拟遗诏。好，那昭容现在去拟定新的遗诏。皇后不是召集了群臣聚集宣政殿吗？当务之急，我们还是先把事情向众位大臣交代清楚才是。敢问皇后娘娘，连夜传召群臣，所谓何事啊？皇上疾病不愈，大行并天了。
皇上！国不可一日无君。敢问，先皇可有遗诏？明天自会宣读皇上的遗诏，然后挑选良辰吉日，让太子登基，是吗，皇后娘娘？对。众爱卿，先行回去吧。谢皇后娘娘。千辛万苦才镇杀了皇上，谁知始终未能登上帝位。怪只怪我错里着棋呀！我未能充分布置好兵力，让太平隆基有机可乘，逼我放弃登上帝位，到如今是功亏一篑。母后，事情尚未到不可逆转的境地，明天再上朝当众宣布遗诏，我们可以连夜再修改遗诏内容。不行，群臣已经知道太子要继位了，而且我们跟他们约定在先。如果我们出尔反尔，他们会翻脸无情的。就算要给太子继位，起码也不能让八皇叔他们跟我们分庭抗礼。只要等到明天，待所有的兵力都集结好，到时候我们谁也不用怕。不，我始终担心逼虎跳墙，他们不会就此罢手的。明天我会亲自领兵，埋伏在殿外。母后依旧上朝宣读遗诏。如果姑姑和隆基他们有所不满的话，待他们离殿之后，就趁这时一举击杀，免除后患。只要他们二人一死，大局既定，谁还敢阻碍我们两个？到时，母后你只等机会，将新帝废除，再行登上帝位，就可以立女儿为皇太女了。这不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？好，事已至此，只能先下手为强。皇上真的遭到毒手，凶手就是皇后跟安乐公主。显然是他们二人密谋弑君篡位，可惜苦无真凭实据，否则早已将他们二人正法，以为皇上在天之灵。想不到安乐公主竟然变得如此心狠手辣，连自己的父皇都不肯放过。今天的她早已经变得利欲熏心，再也不是昔日我们所认识的那个天真无邪、善良的安乐公主了。幸好我们及时阻止了他们宣读假遗诏，否则让他登上帝位，恐怕只会有更多的生灵涂炭。虽然说好让太子继承大统，不过恐怕依然不太稳当。依我看，还是让太子尽快登基，以决此二人的痴心妄想。跟弑君篡位的人协议，无疑等于与虎谋皮。恐怕没有等太子登基，他们已经篡夺皇位了。只要明天当众宣读遗诏，到时候哪怕皇后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在群臣面前公然违抗圣意的。对，只要群臣站在我们这边，亮那二人也不敢做出什么事情。总而言之，明早上朝，我们见机行事。
现在时候也不早了，我看我们就此告别，准备明天跟皇后好好周旋吧。孟凡，离开太平观之后，你一言不发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我始终担心，皇后跟公主绝技不会如此顺从。明天宣读遗诏，恐怕又是一场血雨腥风。你说的对，皇后固然老奸巨猾，着实令人担心。不过我更担心的是姑姑。公主，皇后母女奸诈阴险，明天早朝恐怕会另有杀招。当然有这个可能。既然如此，刚才你和王爷何不商议一下，早做准备呢？跟皇后商议是与虎谋皮，跟龙姬商议是水中捞月，白费心机。你们不是已经齐心协力，共同对付皇后他们吗？我和姑姑只是互相利用而已，很难齐心协力。当日太子重郡起兵讨伐皇后，姑姑她何曾出手相助我？当日太子重郡起兵讨伐为后，龙姬何尝不是袖手旁观，坐视不理？此人根本就不能相信。所以我坚信，姑姑这个人根本就不能相信。可是假如明天有变，你一个人应付得了吗？还有一整晚时间，明天的事情，明天再做打算吧。假如明天皇后真的有阴谋，那公主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本公主早有对策，到时就让她跟龙姬拼个你死我活，我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。没事，继续吧。香莲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好的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在这里又做什么？我是奉安乐公主之命，前来找上官昭容修改遗诏的。你相信吗？这么凑巧啊！我也是奉太平公主之命，来找上官昭容修改遗诏的。那妹妹，你是信还是不信呢？无论何时何地，我都还是那么喜欢看到你的笑容。谁不喜欢笑到最后呢？但是谁又知道，谁可以笑到最后？能够尽情的笑，便就笑好了。明白了，明白就好了。刚才孟凡说，他是奉太平公主之命，去找上官昭容修改诏书。
你相信吗？真的也好，假的也好，现在的孟凡已经不是昔日那个不会撒谎的孟凡，连你这个妹妹都看不透的孟凡，还真是变得不简单。孟福说，奉了安乐公主之命，找上官昭容修改遗诏。你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孟福还是孟福，说话总是只说3分，这口不对心的，还真是难辨真假。哎，小凡姐，你本来就是担心皇后娘娘还会动遗诏的脑筋，所以才来昭容娘娘这边打听的。如今孟福在这里出现，是不是？以皇后和公主的脾性，又岂肯甘愿屈服？看来明天，启禀公主，万骑飞骑2营兵马已经安排妥当。好，相信这次有万骑飞骑2营精兵，他们恐怕插翅难逃了。太平何在？回皇后娘娘，大行皇帝暴卒变天，公主殿下昨晚伤心过度，抱恙不适，未能临朝，还请皇后娘娘恕罪。项王李旦也不在殿内，不知道会不会出什么岔子。未免节外生枝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马上宣读遗诏。宣读大行皇帝遗诏，众臣下跪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以良德，承嗣披基，夙夜孜孜，寤寐不遑，惟久远之国计，疏之尽之。朕子重茂，人品贵重，身效朕公，资立为皇太子。3天后在柩前继位。皇后晋皇太后，临朝称制，项王李旦为太子太师。慢着！遗诏本来应该是皇后训政，同时要项王来辅政，如今为何忽然变成了皇后临朝行天子之事的临朝称制？我爹却变为了太子太师。太子称帝，何来太子？更何来太子太师？大胆！大殿之上，岂容你肆意咆哮！隆基昨晚已过目遗诏内容，不料一夜之间内容有变，这所有的一切实在令人费解。微臣刚才探望太平公主，殿下亦曾提及过遗诏内容，其中确实以项王与皇后一同参知政事。上官昭容，你跟他们说个一清二楚。遗诏内容确实如皇后所言，一字未增减。简直一派胡言，这根本就不是皇帝的真正圣意。这不是这次啊！公主殿下，皇后让奴才前来告诉您，做好准备。准备行事。遵命。太子重茂上幼，由项王一同来辅政，最恰当不过。难道本宫就不能独立扶正吗？皇后娘娘，你不妨亲自询问一下太子的意愿。重茂，
准备行事。是。起来！公主，现在是大好时机，现在不出兵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公主殿下，皇后说不要轻举妄动。撤兵！你说什么？我说撤兵！太平可恶，魏房有变，他妾此必不上朝。李隆基父子更是可恶，竟然带着太子来上朝。其实就算重茂在场，要杀掉班皇叔父子，也非难事。遗诏宣读之后，太子就是未来的国君了。如果伤到太子，李隆基父子一定会趁机发难的。到时候，他们一定会向群臣公布我们拟造遗诏的行为，说我们弑君篡位。女儿啊，到时候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参见公主殿下。末将想知道公主殿下还有何吩咐？你们还有说什么？今天的事情已经完了，回去。哼，做事真没分寸，难怪他一事无成。朱将军。朱将军，朱将军，看谁还敢说三道四！朱将军，朱将军，朱将军，朱将军。公主料事如神，安乐公主果然暗藏伏兵，不过终究没有行动。本宫料事如神，却不惧隆基随机应变。他竟然利用太子来保全他们两父子的性命。你把我的亲信将领都召来见我了吗？他们现在正在赶来。公主是准备行动了。皇后的兵马已经安排妥善，如今大动干戈，早已失去先机。那公主打算如何？先求自保，再等候时机。等？没错。不过相信我们不会等太久的，因为我可以等，可是其他人急功近利，不会甘心等下去。郡王爷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皇后是想铲除我们。幸好郡王爷早有准备，让夏王带太子上殿，叫皇后投鼠忌器，不敢贸然造次。但是，皇后又怎么会轻易的罢休呢？她已经调了5万兵马，屯驻京城，加上万骑、飞骑2营兵力，可以说是已经把京城的命脉牢牢的握住了。那怎么办？事到如今，要对付皇后，就只有将她的兵力先行分化。可是府兵万骑营加上飞骑军，差不多有10万兵马，凭什么分化他们呢？方山跟一些飞骑将军颇为熟络，我倒是可以让他暗中游说他们倒戈相向。即便游说不成，那也至少可以让他们犹豫一阵子。那你有没有想到怎样分化万骑营跟府兵的方法？还没有。不过不打紧，我们还有时间来想出一个万全之策。仔细点儿，都撒匀了。仔细着，注意火候。小鱼，
丹华，啊，看你们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，啊，再这么忙下去啊，我就快命不久矣。我来帮你们吧。哦，好啊。小凡，谢谢你来帮忙，你把这些食料放在一起，以备膳食之用。嗯。啊，对了，姑姑，上食局为什么突然一下子要做那么多饭菜啊？安乐公主啊，既然一剑杀死了万骑营的朱将军，现在其他将领都快要兵变了，所以皇后娘娘为了安抚这班将领，唯有特别设宴款待他们，希望替公主补偿一下，收买军心。一顿饭就想抵一条人命，娘娘可真会精打细算。孟凡，你什么时候学的这般冷嘲热讽、挖苦别人起来了？终究是一条人命啊！如果连句公道话都不可以说，那她不是太可怜了？你呀，永远也改不掉这口无遮拦的老毛病。在这宫里头，要说可怜的人，又何止他一个？你能为每个人都说公道话吗？那样你的人头不知要掉多少回了。良心话，还是放在心里说好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再为这些不相干的人悲秋伤春了。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应该想一下，怎么能做一些菜来讨好那些万骑营的将军们。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菜色。不如就做一个特别的烧八件。烧八件，烧八件，这是南诏的名菜，听起来还蛮有地方特色的哦。不用多说了，就做这个吧。幸亏小凡姐来了，我们才不用挖空心思想菜色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忙起来吧。好。各位将军，安乐公主之前失手要了朱将军性命，为此皇后娘娘宴请大家，代公主赔个不是，希望大家不要放在心上。既然皇后娘娘诚心赔罪，那我们就既往不咎吧。好，我们再干一杯。干！这是什么意思？把这里都清理干净了。啊，知道了。小鱼，哎，把刚才没用完的食材送出去保管好。好的。内舍人，送给万骑军营的饭菜送过去了吗？已经送过去了。辛苦了，这一次皇后娘娘肯定会对大家奖赏一番。奖不敢受，但求无过，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你怎么搞的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些食材弄的什么菜色？哦，这些是小凡姐教我们的烧八件。有问题吗？你怎么这么糊涂？肯定会坏事。这……太是小心，根本没有把朱将军放在眼里，真是奇耻大辱！考虑想法，不能这么晚，不能容忍这件事。各位将军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啊！皇后娘娘今次设宴，竟然以烧八件做菜色，究竟是一心为安乐公主赔罪，还是有心挖苦我们？敢问陈将军，烧八件有何不妥？烧八件就是猪腰子、猪心、猪肚头、猪耳朵、猪唇、猪舌、猪尾巴、猪大肠，全部都和猪有关。朱将军无端被杀，尸骨未寒，如今却要我们吃猪，这分明是想羞辱我们嘛！是啊，这太过分了，这就是在羞辱我们。只怕朱将军泉下有知，亦会死不瞑目啊！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此时此刻正是用人之际啊！皇后娘娘又怎会自毁长城，扰乱军心，让人乘虚而入呢？那么安排我们吃烧八件，试问居心何在？皇后娘娘其实用心良苦，可惜大家有所不知。用心良苦，本将军倒想听听。朱将军乃良将忠臣，这次不幸身亡，皇后娘娘跟大家一样，都是痛心疾首。希望各位可以明白这一点。
为了表彰朱将军生前的无私奉献，所以特意设下了烧八箭，希望大家吃烧八箭的时候，可以追念朱将军，不忘他的忠勇仁义。朱将军乃是我大唐的骄傲，值得我们敬仰。奴婢在这里，代皇后娘娘还有公主殿下，敬朱将军一杯，希望朱将军在天之灵可以瞑目。好，我们敬朱将军一杯。希望饮过这杯酒，大家可以冰释前嫌，芥蒂尽除。干！干！你回来了，没有让皇后的人发现吧？放心吧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暗中行事。怎么样？万纪营看见烧八箭，他们应该不会善罢甘休吧？当然了，整个万纪营可以说是上下一片震怒。参见郡王爷。不必多礼。未知郡王爷突然到来，所谓何事？龙吉实不相瞒，今次冒昧到来，只是希望几位将军可以弃暗投明，共襄义举。大秦皇帝并天未己，可就凭刚才郡王爷所说的话，已经难逃大逆不道之嫌了。皇后觊觎皇位之心，路人皆知，难道未有犯上大逆之罪？未听闻朱将军无辜遇害，实在是让本王痛心疾首。皇后娘娘已经设宴款待我们，以表歉意。况且，这是我们万纪营的事，外人无需过问。凭借这些小恩小惠，就让陈将军真的心悦诚服了吗？难道就没有半句怨言？还是说你们根本就是敢怒不敢言？陈将军，皇后和安乐公主都是心狠手辣之人，我敢说你们其实早就心中有数。你们万纪营今为所用，只怕他人鸟尽弓藏，落得一如朱将军的悲惨下场。难道你们就真的甘心吗？如果我想的没错，皇上是被安乐公主和皇后所害，他是被杀害的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回事？各位可能有所不知，皇后心中的真实想法，是打算效法当年的武后，自己登基称帝。可如果任由皇后登基为帝，肆意妄为，恐怕天下就此杀戮不断，将会永无宁日。那大家只会是下一个朱将军。现在正是我大唐生死存亡之际，你们万纪营理应站出来，正社稷之危，解苍生之苦，救百姓于水火。总之，最后的成败得失，尽在你们万纪营的一念之间。所以奉劝各位，千万不要让自己为奸人所利用。那么，万纪营已经答应跟我们联手了吗？对，有万纪营的首肯，我们对付皇后就多添了几分胜算。这是郡王爷之福，天下之福。